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识。我们无需依赖亲友，可以通过自我肯定感来提升自我。面对现代人日益困扰的孤独问题，让我们致力于过一种不受他人左右的生活。今天我想解读齐藤孝先生所著的《孤独活着》。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会重点解读我认为在这本书中非常重要的2点：一、如何根除所有人都应该克服的孤独感的最强方法；二、为什么无需依赖亲友才是解决孤独的最佳方法。接下来，我将从根除所有人都应该克服的孤独感的最强方法开始解读。最近，我们经常听到现代人感到孤独，或现代人的孤独成为大问题。各种媒体频繁报道这个话题，比如电视纪录片等，这让我们经常听到有关孤独的报道。看到电视纪录片中关于孤独困扰的人们生活的镜头时，我们会被灌输孤独是多么可怕的观念。我认为这样的报道并不好，因为为了获取收视率，他们经常夸大悲惨的一面，这会给我们带来错误的观念。特别是近年来，受新冠疫情影响，在家里独自度过的时间增加了，人际关系变得淡化，很多人都感到孤独和不安。然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乐观的声音指出，由于新冠疫情等原因导致人际关系变得淡化，人们不再过多担心人际关系的问题，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人们在家里独自度过的时间增加了，因此有人声称可以重新审视自己，专注于成长活动。以前可能是约上朋友一起吃午餐的日子，但现在也有人觉得独自在家并不坏。孤独经常被描述为一种负面形象，但实际上，作者指出，孤独是人们为了自我成长所需的时间。例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学入学考试或资格考试的学习。这样的学习需要独自面对书桌默默学习的时间，否则成绩绝对不会有所提高。你可能从未听说过靠聊天就通过了考试的故事。看看历史上取得伟大成就的先驱们，你会发现他们无一例外地通过大量的孤独时间取得了成功。大家都有梦想和目标，为了实现这些梦想和目标，独自专注于工作是绝对必要的。作者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关于孤独的误解盛行的时代。实际上，大家感到不安的并不是孤独，而是孤独感。孤独感只是一种心理问题，就像幽灵或鬼魂一样，并没有实体，只是你觉得有就有，觉得没有就没有。现在更需要积极地看待独自行动，并用单独者这个词来代替带有负面印象的孤独一词。你是一个可以独自行动的单独者，可以过一种不被他人左右的生活，自我肯定感可以提升，并且可以让我们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才是一个单独者的本质。作者说，摆脱孤独是坏的，孤独是寂寞的等负面形象，通过自己的意志坚持独自行动，作为一个单独者生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大家对于孤独的观念是否开始有所改变呢？尽管如此，仍然有些人害怕孤独。对于这些人，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你所感受到的是真正的孤独吗？孤独和孤独感是不同的。现代社会对孤独有所忧虑，但是大多数现代人并非陷入孤独之中，而是承受着孤独感。孤独是指一个人独处的状态，而孤独感则是指一个人感受到的一种孤独的情绪。很多人会说自己很孤独，但其实他们只是感受到了孤独感而已。例如，家里有家人，上班有同事，但是感觉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这时人们会说自己很孤独，但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孤独，只是感受到了一种独处的情绪，也就是孤独感。同样的，在社交网络上有很多朋友，但没有真正深入交往的人。这时人们也会说自己很孤独，但实际上也只是感受到了孤独感。这样一想，其实没事的。之前觉得很孤独，但其实只是一种情绪问题，也就没必要太过严肃对待了，心情也会变得轻松。孤独感并不是限定于你的感受，这一点请大家务必要知道。
孤独感是在某种时刻悄悄降临到每个人心头的东西，即使看起来很受欢迎，与很多人相处得很好，但孤独感也会在某些时刻悄然而至。这种孤独感并不是你独有的感受，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常见的情绪。比如最近没有被邀请参加聚会，或者有一个密切的4人组，除了自己外，其他3人去迪士尼乐园玩耍等情况。当意识到自己的群组消息大部分都已读却没有回复时，心中会突然感到孤独。在这样的瞬间，任何人都会经历孤独感，因此对于孤独感这种情绪，轻松看待并意识到它是不挑人的，会对心理健康有益。很多人在被孤独感袭击时，会觉得自己是唯一经历这种特别痛苦的人，但实际上，孤独感是非常普遍的情绪，有着固定的模式。比如失恋时的孤独感，在音乐和文学作品中已经被充分描绘出来，或者是在独处时心中逐渐涌现的孤独感，在电影和电视剧中也有很多展现。换句话说，我们经历孤独感的模式已经很固定了，所以没有必要把孤独感看得太严重或特别。经历这种情绪并不是只有自己才会有的特殊感受，这种认知会有助于减少对孤独感的恐惧。通过以上内容，你或许已经开始意识到，你之前感受到的并不是孤独，而只是一种孤独感。这只是一种常见的情绪问题，而不是什么特别的感受。希望你能够以这样的角度去思考孤独感，这会对你有所帮助。另外，考虑到你所感受到的孤独感是否有根据也是很重要的。例如，刚才提到的那个密切的4人组中，除了自己外的3人去了迪士尼乐园，你感受到了孤独感，但实际上对方可能有一些情况你并不知道。比如4人组的3人碰巧见面时决定去迪士尼乐园，但其中1人由于正在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而选择不参加，因为不想打扰对方。这样的情况很常见。这种情况下，你所感受到的孤独感其实是多余的担忧，对方反而是为了考虑到你的感受而故意不邀请你。类似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所以你所感受到的孤独感可能根本没有根据。再比如，没有被邀请参加聚会而感到孤独，但其实可能是因为你之前在聚会时表达了自己不喜欢参加聚会或最近经济紧张的想法，旁边的人注意到了，并为了避免尴尬而没有邀请你。这种情况下，你所感受到的孤独感其实是多余的烦恼。作者将孤独感比作出吹的微风，微风虽然不至于威胁生命，但被称为潜在的致命病因。即使症状轻微，如果不加以注意，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肺炎等疾病。同样的孤独感也是如此。如果过度看重独处带来的寂寞感，认为自己孤独并不受欢迎等等，逐渐会加重孤独感的症状，最终可能导致精神疾病甚至抑郁症的发生。以轻微的孤独感为触发，自我评价逐渐下降，认为自己不受任何人喜欢，甚至被家人抛弃，进而导致自我症状恶化，加剧了自己的独处感。因此，在孤独感刚开始时进行处理，就能够避免症状进一步恶化。当你意识到心中有一丝孤独感时，尽早从心理上将其驱逐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要消除对孤独感的恐惧，因为孤独感是每个人都会感受到的普遍情绪。接着要摒弃对自己所感受的孤独感的不必要担忧，这样才能更好地对付突然涌现的孤独感。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下作者推荐的4种驱散孤独感的方法。首先，这4种方法包括： 1. 沉浸在娱乐项目或订阅服务中，让自己的孤独感渐渐消失。2. 通过体验更大的孤独感来排遣较小的孤独感。3. 不要一直沉浸在舒适的宅家生活中，尝试走出舒适区。4. 用日记记录自己内心的情感。孤独感并不是一个大敌，只要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并提前准备好驱逐孤独感的方法，就能够很好地应对突然涌现的孤独感。请尝试执行这些方法，看看哪一种适合你。接下来，我们将逐一详细解释每种方法，以便更易理解。
首先，我们来详细解释第一种方法，即沉浸在娱乐项目或订阅服务中，让自己的孤独感渐渐消失。作者认为，现在的时代里，感到独自一人时间乏味、空虚等感觉，真的有这个闲暇吗？在娱乐界接近的势头中，订阅服务的浪潮已经到来。作者说什么也不做，反而更难。例如，作者已经订阅了几乎所有娱乐无限观看计划，从 Amazon Prime 到 Netflix、Hulu 等。此外，他还用24小时录制电视，录下想看的节目。要观看所有这些内容，可能需要的时间远远超过一生的时间。所以，极端地说，在享受订阅服务的同时，时间会飞逝，甚至可能就这样度过了一生。因此，当孤独感忍不住涌上心头时，决定全身心投入喜欢的娱乐活动，可能是一种重要的方式来消除孤独感。孤独感不应该在心中滞留。作者是娱乐爱好者，他坚称沉浸在娱乐项目或订阅服务中一定会让心情变得愉悦。现在除了这些订阅服务外，还有许多免费的娱乐项目可供享受，比如 YouTube 等。娱乐内容与过去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你感到孤独，依赖这些项目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此建议提前找到自己喜欢的服务或者频道。另外，加入亚马逊的 Kindle Unlimited 等服务，可以无限制的阅读书籍。最近也有很多提供无限制漫画阅读的服务，所以如果你是漫画爱好者，可以考虑这样做来缓解孤独感。音乐作为一个可以带来心灵慰藉的良友，在缓解孤独感方面也是非常有效的。与看电影、读书或漫画相比，有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繁琐，而音乐则只需播放即可，几乎不需要付出太多精力，这是它的巨大优势之一。只需简单的播放喜欢的音乐，让自己沉浸在其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移注意力，暂时摆脱孤独感的困扰。作者推荐的方法之一是持续听一首在感到孤独时播放的曲目，大约持续12周，每周播放200次左右。通过在听音乐的时候逐渐排除其他杂念，你也可以逐渐摆脱孤独感。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介绍第二种方法，通过体验更大的孤独感来排遣较小的孤独感。这种方法也非常有效。例如，通过观看像希腊悲剧那样的悲剧作品，你可以与主人公共情，并体验到他们的痛苦和孤独感，从而减轻自己心中的负担。悲剧作品中通常有主人公承受的巨大孤独感，这有助于排遣你的小孤独感。类似的一些电影、漫画或剧集也会描绘主人公承受极大绝望或深重痛苦的情境。这些作品也能帮助你看到自己的孤独感相对来说是多么小的问题，这会让你感到心情畅快，减轻孤独感。总之，当你感到孤独时，通过体验更大的孤独感来洗刷较小的孤独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让我们继续探讨第三种消除孤独感的方法：摆脱宅家生活。当前，特别是在近年的新冠疫情期间，许多人因为无法外出而被迫过着所谓的宅家生活。这种情况应该是相当普遍的。这样一来，一个人的时间变得更多了，脑海中的想法也会不断盘旋，同时外出的机会也减少了，这会导致情绪感到郁闷。此外，在宅家生活中，令人担忧的是过度使用数字设备。现代人因过度使用数字设备而导致心灵疲惫的情况也逐渐增多。不久前，安德什博士写了一本名为《智能手机脑》的书，该书成为了畅销书。根据这本书，一天超过2小时的屏幕时间会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而现代人的屏幕时间平均每天已经达到了4小时。通过智能手机等设备，大量的文字和图像信息不断涌入大脑，导致大脑信息处理不及时，进而造成大脑疲劳。不仅如此，长时间使用电脑也会导致类似的问题。办公主要依赖于电脑的人，面对电脑和手机的双重冲击，会增加大脑疲劳的风险。在这个阶段，让我们冷静地回顾一下自己的生活，看看是否宅家生活导致了数字设备使用时间的增加。
大多数人可能都会发现自己的数字设备使用时间增加了。这种数字设备使用时间的增加，不仅会导致大脑疲劳和注意力下降，还与孤独感有关。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社交网络 SNS。虽然 SNS 一开始可能会增强人际关系，但过度使用会增加孤独感的可能性。那么，面对这种宅家生活，过度使用数字设备所导致的疲劳、注意力下降、孤独感等各种心身不适，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这意味着，在漫长的500万年历史中，人类一直生活在必须活动身体的环境中，直到大约100年前，才开始有了不必活动身体的便利。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的身心很难适应这种改变。换句话说，人类天生就是为了运动而设计的，因此，如果不将运动融入生活中，身心健康就无法保持，并且会出现各种不适。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希望大家能够运动，以消除在宅生活中产生的疲劳和孤独感。最简单的运动当然是散步，除了活动身体外，还可以欣赏心旷神怡的景色，感受风和空气，同时让心情放松。比如，作者因为养狗，所以每天大约散步1小时。有时天气不好或者心情不好会想要放弃，但每次回来后都会觉得出门是对的，心情好转了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说，养狗也是为了散步很好的选择。事实上，养宠物本身就能缓解孤独感。研究表明，养宠物可以减少孤独感。如果你养宠物，就会明白，有宠物陪伴时就不会感到孤独。当然，人们一般会想到猫或狗作为宠物，但鸟类、鱼类和其他小动物也是很好的选择。如果养狗或猫觉得有点麻烦，或者现在的住所不允许，可以考虑养仓鼠、金鱼等，试着养一下，你会发现孤独感大大减少。另外，即使不进行运动，简单的出门走走也能减少孤独感。改变环境会转移你的注意力，减少孤独感。可以在喜欢的咖啡馆和朋友一起吃饭，或者去附近的公园走走，都是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公园，推荐大家去。接触大自然有助于心理健康，所以当感到孤独时，尽量选择晴天出门，接触自然。孤独感会让心情郁闷，甚至会影响身体健康。让身体保持柔软和温暖，对心情的放松和舒畅也非常重要。有很多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其中接受按摩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相信许多人都有接受按摩或指压后心情变好的经历。据说按摩或指压会刺激皮肤接触，促使大脑释放催产素等激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会感觉心情变好。随着身体放松，孤独感也会逐渐减轻，这是可以感受到的。如果你最近长时间在家，很少外出，不妨考虑预约一次按摩。另一种保持身体温暖的方式是泡澡或去蒸桑拿，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例如，作者几乎每晚都去蒸桑拿，不仅能保持身体温暖，还能在那里与人交流，自然地摆脱孤独感。他认为这可以让身心放松，缓解疲劳，恢复精力。所以当感到孤独时，可以先去蒸桑拿，这种习惯也非常不错。接下来，我们将接着介绍第4种消除孤独感的方法，用日记记录自己内心的情感。写作可以说是消除孤独感的特效良药之一。通过写作，你可以感受到内心困扰逐渐消散的愉悦。例如，当你在工作中遭受某种形式的骚扰，感到烦恼时，脑海中可能会不停盘旋着负面念头，如讨厌、怎么办、不想去工作了等等。但是仅仅纠结于这些想法，心情只会变得更加沉重，因为无法与他人分享，可能会陷入孤独感的煎熬中。然而，通过记录下受到骚扰的事实，通过文字留存，你的思绪会变得更加清晰。这样做不仅不会选择忍气吞声，还可能会采取诉讼行动。通过写作，你可以让因骚扰而感到崩溃的心变得更加坚强。
另外，写下不打算与他人分享的日记也是非常推荐的方法之一。在社交网络盛行的今天，特别是年轻人更倾向于写面向大众的日记，以博客形式发表。然而，事实上，写下只为自己看的日记也是非常推荐的。重新体会这种私密性的魅力，可能有助于减轻孤独感，因为不需要展示给他人，所以可以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直接的倾诉。有一个可以倾诉内心的空间，对心理健康非常有益，也会明显减轻孤独感。例如，与真实朋友交谈时，即使想表达自己的感受，也需要考虑对方的感受。有些话可能无法说出口，也可能遭到反对或者不被理解，这可能会导致你隐瞒自己的感受，或者感到无法理解，这样反而会增加孤独感。在这方面，只有自己看的日记就像是一个虚构的朋友，专心倾听自己的故事，因此更容易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接下来是第二点，为什么无需依赖亲友才是解决孤独的最佳方法？近年来，对于那些困扰于孤独感的年轻人，经常听到一种建议，就是要拥有可以向之诉说任何事情的朋友。确实，这种建议说得很有道理，但这样的建议有时候反而会使没有很多朋友的人感到更加困扰。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没有这样的朋友时，会感到更加沮丧。比如，我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没有可以倾诉的朋友，没有人会真正关心我。这些想法会让人更加消沉。因此，作者给出了另一种建议，即使没有亲密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并指出教给他这个想法的是福泽谕吉先生。福泽谕吉先生曾经说过自己没有亲密的朋友，这表明即使是福泽谕吉这样的伟人也没有亲密的朋友。同时，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许多感人的故事、电影和电视剧，展示了朋友之间相互承诺，甚至愿意为朋友牺牲生命的场景。虽然这些故事令人感动，但实际上并非每个人都能拥有如此深厚的友谊。事实上，没有达到那种程度的友谊也是可以接受的，这是现实情况。作者建议不要过于追求亲密友谊，而是放松心态，以轻松的方式与人交往。因为过于亲密的友谊可能会缩短情感距离，导致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比如对方未能按照期望行动，或者没有珍惜自己等问题，这些可能会导致矛盾和冲突。因此，与其追求亲密友谊，不如保持轻松，建立轻松的人际关系，这样的关系更少引发困扰。实际上，只要能进行简单的交谈，我们就不会感到孤独。然而，如果一整天都没有和任何人交流，那就是有问题的。作者指出，如果长时间避免交流，交流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自己也会逐渐散发出孤独的气息。因此，我们应该保持适当的交流，这样就不会感到孤独。作者提到了并不需要强迫自己去交朋友的观点，而是强调了一种与人相近的替代方式，那就是通过阅读书籍来解决孤独感。作者认为，书籍是孤独的最佳解决方案之一，因为书籍是一种从一个孤独者到另一个孤独者的礼物。书籍是作者经历长时间努力创作的成果汇聚而成的产物。当然，编辑和设计师等许多人参与了一本书的制作，但创作的时间却是作者独自完成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书籍可以视为孤独者的成果物。当我们独自阅读书籍时，实际上就是独处的时刻。作者将这段孤独的时间用于创作有成果的作品，而读者则沉浸在这种成熟的氛围中，享受充实的独处时光。在这样的互动中，阅读者不会感到孤独，因为心中时刻有着作者的陪伴。齐藤先生提出了利用书架来缓解孤独感的建议。书架可以作为阻隔孤独感的屏障，因为书架上的书籍群体形成了阻隔孤独感的屏障。这正是通过阅读书籍带来的巨大好处之一。我也深有体会。拿起书架上的书籍阅读，就像是与作者进行1对1的交流。书架上丰富的书籍就像一个个充满人群的社区，他们可以在你感到孤独时给予你支持。偶尔看看书架上的书籍，
思考今天想和哪本书展开对话，或许可以帮助你摆脱孤独感。书架上的书籍会一直陪伴着你，不会离开你的身边。尽管朋友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排解孤独感，但友情关系有时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实际上，作者在中学时期也经历过与最亲密的朋友逐渐疏远的情况。他的朋友与其他人成为了密友，经常一起去图书馆学习，而作者则被忽略了。许多人或许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即使没有发生争吵或关系破裂，但曾经一同玩耍的朋友开始和其他人交往，自己渐渐被孤立。这种情况下，朋友可能会在不经意间离开你的生活，但是书籍不会离开你，他们会一直陪伴在你身边。这正是书籍和朋友的区别所在。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